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新代言一经推出，震惊了所有人。被嘲讽后，粉丝拉迪列巴下水了。杨紫官宣安妮莎，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，没想到喜极而泣。不知道是工作室审美偏差，还是品牌把关不严。看杨紫为 Anissa 拍摄的开屏视频，真是黑得让人大开眼界。每次内娱评选女4强，杨紫都必须占据一席之地。但杨紫的颜值其实比虞书欣、赵露思等其他普通女还要高。何况杨紫的资历和演技摆在那里，所以虽然杨紫的颜值不算出众，但在剧中的表现总是让人眼前一亮。不过这次的品牌素材确实是及格线以下。首先，这件蓝色连衣裙并不适合微胖的杨紫，而且还衬得她肤色暗沉，让人直接怀疑这款化妆品是否有美白嫩肤的功效。而且杨紫面部肿胀明显，这也是她一直被质疑整容的主要原因。整张脸看起来极不协调，被压迫的眼睛越来越小。甚至有紫米忍不住对网络工作室说：“我没有审美，我花钱找专业人士做造型，那个广告不是用口红吗？白色的滤镜一开始看不清人，裙子也这么脏，别一棍子把这些人变成黑粉。女明星可以靠颜值把路人或者黑粉变成真粉，也可以靠几张普通妹子的拉臀图让真粉掉粉，甚至退一步。如今她代言了化妆品，而前任代言人娜扎又凭借美貌出圈，这一次的素材拍摄，她不得不更加认真。虽然粉丝会贡献销量，但品牌真正想达到的是扩大宣传圈，让更多人了解和购买自己的产品。而杨紫在材质上的表现，似乎也很难激发大家的购买欲。其实最让我意外的不是杨紫的身材和颜值，而是她走路的姿势。本该是轻松开朗或者妩媚妖娆的，杨紫却直接走出了那种致命少妇的嚣张傲气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她要抛家弃业奔赴前线。杨紫开屏被调侃后，紫米也习惯操作。在凯屏的热搜词下，迪丽热巴的生活照被抛出，双方的交流也是如火如荼。紫米希望将被嘲笑的注意力转移到深陷舆论风波的迪丽热巴身上。迪丽热巴的粉丝也不甘示弱，将迪丽热巴的美图铺得满地都是，用迪丽热巴的照片都挂着打杨紫的精修图，得意洋洋。杨紫因为长相普通被嘲笑已经不是1天2天了。杨紫走的是权势路线，从不营销美女。虽然她还在拍偶像剧，但是每一部的收视率都不低，证明她的颜值还是可以撑起偶像剧的，观众也能接受她演偶像剧。但杨紫在每次拍摄广告物料时，也需要注意自己的造型妆发，这对她日后接触更高端的品牌也很重要。02杨紫新代言因颜值上热搜，肢体动作不自然，穿衣风格一言难尽。娱乐圈瞬息万变，新人如韭菜。作为90后，杨紫也能成为一朵红花，突围而出。她的演技和口碑都不缺，资源也是源源不断。然而，她代言的广告却一次次登上热搜，每次都让她处于尴尬的境地。2月16日，杨紫在社交平台发布最新代言防晒广告。为了提高知名度，广告商甚至购买了某博客的开屏。没想到这次购买却引发了公愤，再次因颜值被翻上热搜。视频中，杨紫留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，搭配一身老气的蓝色长裙，一下子就成了大妈，像个40多岁的大妈，丝毫没有青春可爱的感觉。拍摄过程中本来就是欢快热闹的气氛，结合杨紫的各种特写苹果肌、丰满的额头、走路的姿势等不自然的状态，看着极其别扭，让人不自觉的反感。不得不怀疑这是要黑杨紫。尤其是特写镜头，手、脖子、脸都不是一个颜色，手比脸白多了，脸却黑黑的，带着秋天的气息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医美广告。不少网友看完后纷纷吐槽牌子刺客，怎么感觉有点亲切，爱换脸。有网友拿最后代言的女演员娜扎做对比，直言差距怎么这么大。也有人拿迪丽热巴和杨紫的广告做对比，别说的太明显了。
品牌这次虽然是用心做广告，但制作的 MV 中小演员的选角几乎和《家有儿女》中杨紫的小雪一模一样，打脸的戏份也萌到爆炸。不过这个蓝色是不是太老气了？小孩子来了也 hold 不住。当杨紫和小女孩同框时，杨紫直接升级了自己的资历，成为了妈妈，而不是与不同年龄的自己碰撞。不过杨紫把头发扎起来后，整个人就显得洋气了许多，完全就是个20多岁的小姑娘。如果给这个视频加个滤镜，纯色加深，不使用一字肩长发，那么杨紫清新干净，简约大气，直接亲和力满满，符合观众审美。所以这次的失败不仅仅是杨紫单方面的原因，服装和造型的选择也很重要。只能说后期不努力不能只怪代言人，万一审美与大众不同。不过这次杨紫也因为这个代言而吃亏，让她的粉丝心疼不已。不仅是她，品牌方和网友都没有一方受益，审美小窍门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所以从杨紫几次代言的翻车事件就可以看出，杨紫应该以演戏为主。已经30岁的杨紫将迎来职业生涯的关键时期。继续当偶像不现实，但突破和调整是必然的。期待杨紫更多的作品。03时装周榜单，米兰有看点，胡歌、蔡徐坤、肖战、刘诗诗确定出席。期待已久的4大时装周已经开始，纽约已经落下帷幕，现在伦敦时装周正在进行中，马上就要到米兰和巴黎的主场了。最大的看点，21日至27日为米兰时装周，2月27日至3月7日为巴黎时装周。你期待哪些艺术家出席？据悉，目前已确定海外参展的明星艺人有香奈儿、周迅、刘雯、Prada、蔡徐坤、Gucci、李宇春、倪妮、肖战、吕、王嘉尔、刘亦菲、周冬雨、时代少年团、DIOR、王俊凯、陈飞宇、章子怡、刘雨昕、纪梵希、欧阳娜娜、范丞丞、华伦天奴、张艺兴、关晓彤、阿玛尼、胡歌、Lanvin、程毅。该列表仍在更新中，比如刘涛、刘诗诗、刘雨昕等人都已经接到通知要走了，赶快坐立不安，想看看谁在国外大放异彩。当然，最令人期待的还是人贩子蔡徐坤的时尚表现力就不用多说了，对于这种场合他已经很熟悉了，信手拈来。你期待穿什么风格的衣服？这一次我也要和主人同框了。其次还有肖战，上次被嘲笑土气，这次球队要吸取教训，调整服装。他好久没红了，可能不太习惯这种情况。既然经历了风雨，我应该显得稳重一些。还有和 True 合作过的刘涛，听说刘涛要和 True 合作，听说他要在这个时装周上 True 的秀场，我期待着他。程毅应该是第一次上节目，在此之前，他的重心都放在拍戏上，很少展示时尚。不过这次是品牌邀约，傅华道也不用太过担心，只是个人表达的问题。还有一些名人也会去。时隔3年，他们终于可以去国外红汤大杀四方了。国内娱乐虽然不错，但是有些人的表现力还是可以秒杀很多国外艺人的。回来拍戏拍得比美还美，让百花齐放。你最喜欢谁的表演？不期待吗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